在投资圈有句巴菲特的名言：建立良好的声誉需要20年，而毁掉它只需要5分钟。在大家眼里，巴菲特就是华尔街的道德标杆。他一辈子不碰内幕交易，不赚黑心钱，爱惜羽毛到了极点。但你可能想不到，这位老爷子在12、13岁的时候，其实是个让警察和老师都头疼的不良少年。他不仅故意考倒数，离家出走，甚至还经常去商店里偷东西。是不是觉得很震惊？很多人都不知道巴菲特有这么一段黑历史，媒体也很少提，可能觉得有损老爷子形象。但如果你不了解这段堕落岁月，你就很难看懂他为什么后来会那么自律，为什么对规则有那么深的执念。欢迎来到小爱读书圈，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今天我们继续拆解巴菲特唯一认可的官方传记《滚雪球》，去看看那个在华盛顿街头迷茫、愤怒，甚至有点抑郁的叛逆少年。上集我们说到，11岁的巴菲特在股市里交了第一次学费，但他搞钱的欲望是越来越强，到处寻找赚钱的秘诀。那一年是1942年，小巴在老家混得如鱼得水。他去高尔夫球场捡二手球卖，在橄榄球赛场摆花生摊，还倒卖口香糖和可乐。他就像个巡视领地的小狮子，每天听着兜里的硬币叮当响，充满了成就感。结果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的父亲霍华德，那个看起来温和的股票经纪人，其实骨子里是个坚定的右翼共和党。他对当时的罗斯福新政扩张主义长期心存不满，一气之下，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去参选国会议员。重点是他居然真的选上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全家得立刻打包行李，搬到美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特区。对于父亲来说，这是政治生涯的起点，但对12岁的小巴菲特来说，天塌了。在去华盛顿的火车上，他全程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心里实在太痛苦了。我们前面说过，因为母亲情绪不稳定，巴菲特从小就缺乏安全感。他好不容易在奥马哈靠着自己建立的搞钱小帝国找到了一点点掌控感，现在全没了。他被迫离开了熟悉的街道，离开了他的客户，离开了他藏在抽屉里的零钱罐。到了华盛顿之后，这种失控感更重了，因为华盛顿是政客和权贵扎堆的地方，在那里没有人关心你是不是商业天才，大家只关心你爸爸是哪个委员会的，家里有什么政治背景。小巴特别讨厌这个充满官僚气息的城市。他被送进了当地的一所中学，为了表达不满，他开始了一场幼稚的无声抗议，摆烂。巴菲特在学校里故意不听课，故意不交作业，考试的时候还要故意算错题。原本一个天才小孩，成绩一落千丈，好几门课都挂了红灯。不仅如此，他还成了老师眼里的刺头。他在课堂上故意搞各种动静，或者拿很难的数学题去刁难老师。看老师下不来台，他就在座位上发出冷笑。这还不够呢。1943年的春天，13岁的巴菲特干了件更出格的事儿，离家出走。他和2个同样不想上学的朋友偷偷溜出华盛顿，跑到公路上竖起大拇指搭便车，一路向北逃跑。你猜他们逃到哪儿去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好时镇，就是那个生产好时巧克力的地方。可3个外地小屁孩在小镇上闲逛，一眼就被认出来不对劲儿。当地的州警察直接把他们拦下，盘问了一通，然后就遣送回了华盛顿。被警察送回家后，巴菲特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叛逆了。他觉得离家出走没意思，得找点更刺激的。于是他盯上了当地的希尔斯百货。希尔斯在当时就相当于现在的沃尔玛或者山姆会员店，里面什么都有。但是在那个年代呢，安保很差，没有摄像头，也没有防盗门。巴菲特就和几个朋友组成了一个盗窃小分队，而且他们偷东西的手法十分嚣张，根本就不偷偷摸摸的。巴菲特说，我们就像是去自家仓库进货一样，把那个地方搬空。他会直接走到体育用品所在的楼层，手里拎着高尔夫球包，画上几根高尔夫球杆，大摇大摆地从台阶走上街道，根本没人拦他们。他们偷了一袋又一袋的球杆、球包，还有几百个高尔夫球。更诡异的是，这些东西他自己根本用不上，也不拿出去卖。他偷回家以后，就把所有战利品都藏在自己卧室的衣柜底部。日积月累，衣柜里塞得满满当当，连他父亲都不知道自己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儿子藏了这么大一个军火库。那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巴菲特那么爱钱，偷了东西为什么不卖呢？
作者说，他去当贼纯粹就是为了寻找刺激。心理学上有个说法是，当一个孩子在原生家庭或者现实生活里感到无力或者被控制的时候，往往就会通过一些破坏规则的行为来重新夺回控制权。巴菲特被父母强迫搬家，他反抗不了；在家里还要面对母亲时不时的爆发，他也反抗不了。但是在百货公司，当他成功偷走东西的那一刻，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掌控感。他觉得自己在对抗整个世界的规则，而且他赢了。这种破坏规则带来的刺激，成了他当时宣泄情绪的出口。但是呢，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1944年底，巴菲特糟糕的成绩单，加上他在学校里搞的那些破坏，最终全都传到了父亲耳朵里。虽然偷东西的事儿，当时父亲还完全不知情，但光是他在学校里的表现，就已经够被开除好几次了。霍华德知道，这个儿子他必须管了。但他的处理方式让所有人都没想到。如果换作大多数家长，看到儿子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或者直接上家法。但是霍华德没有，他既没有大吼大叫，也没有抽出皮带，他只是平静地把儿子叫到书房，告诉他一件事儿，而这件事儿精准戳中了小巴最致命的软肋。父亲说：“沃伦，你要么把这些破事都给我停下来，要么你的所有报纸投递路线，我要你全部交出来。”你可能会想，就这惩罚也太轻了吧，不打不骂就威胁取消送报。但是你不懂巴菲特啊，送报纸对他来说不只是赚零花钱，那是他在华盛顿自我价值的全部来源，是他的安全感和自我认同。剥夺送报路线无异于剥夺他生命的意义。而霍华德这个父亲最牛的地方就在于，他太懂自己的儿子了。他知道跟一个叛逆少年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他只是用儿子听得懂的语言，钱，大家把规则讲清楚。就这么一句话，改变了巴菲特一生的轨迹。他后来跟作者回忆说，我爸做了件比打骂更狠的事儿，那一刻我就彻底清醒了，不然我可能真的变小混混了。就是那个秋天，13岁的巴菲特下定决心不闹了，他要洗心革面，把精力重新投到最擅长也最能给他带来安全感的事情上。那件事情就是搞钱。他不再去商店偷东西，也不跟坏孩子混在一起了，他把目光投向了华盛顿的大街小巷。既然父亲是国会议员，那华盛顿就是我的新领地，我要把送报纸做大做强。在大多数人眼里，小孩送报纸最多就是赚点零食钱，但巴菲特是谁？后来每个月他靠送报纸赚的钱，就比当时大部分成年男性都要多。所以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下集接着聊。